如果你半夜开车在僻静的街道上撞到人，你会下车去救人吗？还是会直接开车跑呢？这个司机就选择了救人，不为别的，因为他是个警察。可当雷哥正打算挽救局面时，一个蒙面枪手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但男人没有立刻开枪，而是警告雷哥马上滚开，别多管闲事。看来枪手是冲着地上这个人来的呀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通常警察的腿上都会配有第二把枪。雷哥趁着转身的时机突然拔枪，愣是靠主角光环完美的避开了所有子弹，并且还一枪打中了蒙面人的手臂。但就当雷哥准备乘胜追击时，妻子突然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，原来是一颗子弹飞进了车内，好在只是与儿子擦肩而过，没有造成伤害。但就凭雷哥的暴脾气，感动老子的家人，就算掘地3尺也会将那名枪手给找出来。可惊喜来的总是那么猝不及防，被撞的男人竟然是个可恶的恋童癖，真恨不得当时直接撞死他得了。而且更让人恼火的是，这老小子居然是对一个男孩下的手，因为这件事蹲了10年才被放出来，还说自己已经悔过自新了，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。但眼下雷哥的任务是找出那名枪手，男人想都没想就报出了嫌犯的名字，正是那名被他侵犯男孩的父亲。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男人在蹲监狱时，那名父亲每天都会写信提到要等他出狱后干掉他，如今更是送来了代表着死亡的黑色玫瑰。但是谁家杀人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威胁啊？随后雷哥找上了这位父亲，他自然猜到了这个人不是枪手，男人只是避免儿子再次受到伤害，所以写信和送花都只是想警告那小子别乱来。而且男人的手臂上并没有受伤，看来嫌犯是另有其人了。眼下只能查一查那个被车撞的混蛋到底得罪了多少人。果然这小子被放出来后手脚依然不干净，前几天他当街调戏了一名男孩，还抢走了人家的手机，多亏当时那名男孩的父亲及时出现。可奇怪的是，警察到现场后，那名父亲竟然主动提出不予追究了，难不成他是害怕了吗？而且凑巧男人的身高体型和案发那晚的蒙面枪手几乎一致，看来比起害怕，这位父亲更像是要自己亲手将欺负儿子的人解决掉。当雷哥提出要查看男人的手臂时，他根本不愿意配合。谈到案发那晚的不在场证明时，男人更加心虚了，但碍于雷哥目前手上没有任何证据，对方又死不认账，而且态度十分强硬，好像在挑衅说反正你也不能抓我。但雷哥几乎通过鸭子测试确认了男人就是枪手，接下来只需要申请到搜查令，将男人的 DNA 和案发现场的血迹进行对比，这样就能将他定罪了。可是由于证据不足，即使雷哥的亲妹妹是检察官助理，也压根没有办法为他走后门啊！雷哥脑袋轰的一下要炸开了，难道就让他这样逍遥法外吗？直到第二天早上，雷哥看到了路边的报纸和驶过的垃圾车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。雷哥赶忙来到了嫌犯家门外，拦下了即将要收走的垃圾。既然没有办法进去搜查，那老子翻你家垃圾总行了吧？只要雷哥找到男人触碰过的物品，让技术部从上面提取出 DNA， 再和案发现场的血迹进行对比，这下看你还能嘚瑟多久？男人听后明显有些慌了，他开始向雷哥爆粗口，这也正中了雷哥的下怀。原来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将男人逼急，甚至动手，这样雷哥就能名正言顺地拿出配枪，命令男人露出手臂上的绷带。这次就算他长了8张嘴也没办法狡辩了吧？雷哥总算是机灵了一次，为家人出了口气。所以宝子们遇事千万不能慌，要多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哦。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